台军通过雷达公布的解放军动态中，始终没有出现过歼20的身影，这令台军再一次受到外界质疑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，我是虎妞。自从去年的佩洛西访台之后，解放军在对台巡航上就变得常态化起来，特别是空军每天越过台海中线进行绕岛、穿岛飞行，已经成了打卡上班，这也让台当局也很难受。因为每次解放军军机过来的时候，台军也要出动军机进行拦截警告，但台军现在的飞机就这么点儿，长时间下去已经不堪重负了。在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出动战机进行拦截之后，台防务部门就改用雷达探测结果，公布解放军军机动态，将这些动态都公布给大家看之后，就能显得台军已经掌控了全局，营造解放军所有动态都被台委防务部门知道的一清二楚的假象，让岛内民众在看到解放军军机、军舰过来巡台的时候，能够不必惊慌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从去年对台巡航变得常态化后到现在，在台委防务部门公布的情报中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歼20的身影。虽然歼20是我国最先进的战机，不可能每天常态化巡航，但在一些重大演习中肯定会出动的。这一点此前曾得到过解放军东部战区官宣证实。去年的环岛军演先不说，这次的环岛军演同样也没有看到台军公布歼20的动态。在我军开启环岛军演的第一天，台委防务部门通过从美国那儿花高价买来的雷达，监测到总共有71架军机巡台，其中45架直接越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。歼10、歼11、歼16、运油20、空警500、轰 6K 各种型号应有尽有。解放军空军的所有主力机可以说是全部出动了，但唯独没有歼20。而在军演结束后的一天时间里，解放军出动战机更多，达到了惊人的91架，其中直接越过了所谓海峡中线，进入台西南空域和东南空域的战机数为54架次。出动战机相比较第一天军演种类更多，连运8反潜机和运8干扰机以及无人机都出现了，但在这次的对台巡航中依旧没有歼20的身影。虽说在这次的军演中，解放军并没有正式官宣歼20的参与，但谁知道歼20到底有没有加入这次的演习中呢？毕竟这次的演习，我军只是官宣解放军空军会出动战机对台巡航，但没说具体是哪些战机。只要我军没有官宣歼20的参加，那么台当局也不知道歼20到底参没参加，一切只能靠猜。那么对于为何台军始终发现不了歼20，难道是因为台军雷达性能不行才无法发现歼20的吗？事实上，台军的雷达非但性能不弱，反而处于第一梯队，只不过和解放军一对比就显得落后了起来。目前台军有着数十部雷达以及6架预警机，其中雷达有 AN/FPS-115 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，该雷达为固定式，主要是用于探测和跟踪那些弹道导弹，同时对空中目标进行跟踪、识别、监视。还有 AN/FPS-117， 是一款能够对远距离飞行目标进行精确定位的雷达，并且台当局还对这款雷达进行了升级，使其具备低雷达截面积目标探测能力，也就是说具备了对隐身战机的探测能力。而考虑到雷达在对低空飞行目标的漏洞，台军又购买了6架 E2T 预警机，能够对480公里范围内的战机进行探测。按照台军的说法，解放军战机从一线机场起飞就能看到，并且还能对600个空中目标进行监视，并指挥引导台军150架次战机战斗。但通过解放军多次的对台巡航，以及台防务部门发布的解放军动态来看，台军根本无法掌握解放军军机的所有动态。歼20这种隐身战机先不说，就连轰 6K 这种轰炸机的动向，台防务部门都很难找到它的踪迹。像之前解放军发布的轰 6K 参与对台巡航，由于在轰炸机的下方加装了电子吊舱，
电子吊舱一旦开启，就可以干扰甚至是屏蔽掉台军雷达。所以在台军的报告中，压根儿就没有这架加装了电子吊舱的轰6K 身影。还有在关于解放军军机到底有多少架越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，在台岛上空飞行，这事儿也是个未知数。在台军雷达兵的披露消息中，台防务部门公布的解放军动态全是造假的，直接把解放军的军机用 P 图手法给 P 到了西边，这样就没有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了。当然台军也不想这么造假，他们也想知道真实情况啊，但奈何自家雷达系统实力有限，解放军一针对就陷入了两眼瞎的状态。像歼 16D 电子战机，这款战机就是专业对付敌方雷达以及预警机的，电子干扰功能一开，没被烧坏就已经够不错的了，哪还谈什么监视解放军呢？